Hello，大家年过得怎么样呀？新的搬砖生活又开始了，我又来分享同为搬砖人的周末备餐啦。今天我数了数，总共有9道菜品，有个15餐左右的分量，再加上冰箱里常备的自制冷冻餐，我们家2个人这1-2周的午餐和晚餐就有着落啦。备餐其实就是集中精力和资源，一次性做好餐食规划，这样每天不用怎么开火，就能在下班回家后快速吃上营养美味的一餐，省时省钱又省力。备餐的早上，确认好菜单后，把所有摘菜、洗菜和切配一次性完成吧。今天我准备煮皮蛋瘦肉粥，这个时候也先用电饭煲把白粥给熬上。芹菜细细的切丁，是用在意面肉酱里的。胡萝卜切滚刀块，用在奶汁炖菜和鸡肉咖喱里面。生1根切成小丁，也是意面肉酱里需要的。2个洋葱切大块，另一个细细的切成丁。我今天的奶汁炖菜和鸡肉咖喱里用了土豆，但是土豆不太适合冰冻，要是你准备冰冻这2道菜的话，最好不要放土豆。彩椒和菠萝都是咕咾肉里用的，切成小块。再细细的切点姜丝，泡发好的香菇也切碎。蔬菜处理好，接下来就是肉啦。换块砧板，今天用到的鸡腿肉都切成大块，分成3份。记得还有1小份要给小猫咪。猪肉1小块切细丝，还有1块切粗条备用。意面肉酱需要熬煮1-2个小时，得最先开始准备。培根代替 pancetta， 先入锅炒炒香。芹菜、胡萝卜和洋葱丁下到锅里炒炒软。再加入200克猪牛混合绞肉，炒碎炒香。
倒入1盒番茄泥，加盐和白胡椒调味。盖上锅盖，小小火慢慢炖上吧。接着来处理肉。今天要做的韩式辣火鸡要提前腌制好。拌均匀，放在冰箱里待用。青椒酿肉的香菇肉馅儿也拌好吧。今天我用的是大青椒，切成2瓣。把辣椒籽掏一掏，肉馅儿要塞得满满的。再切成小段，两面沾上玉米淀粉。青椒肉段下锅，小火慢慢的把两面煎黄。酱汁的话，就是简单的蚝油、酱油和一点淀粉水。收汁以后就可以盛出来啦。今天的第一道菜青椒酿肉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把肉调入个味道，裹上淀粉和面包糠。也是下锅煎到金黄。菠萝古老肉的配菜要单独炒，用到了菠萝、彩椒和洋葱。调味的话就是番茄酱和酱油。肉块和配菜酱汁要单独存放，这样再次加热的时候，可以先把肉块烤酥脆，再和酱汁混合，口感会更好。第二道备餐菠萝咕老肉也就准备好啦。接下来我们做白酱，今天的千层面和奶汁炖菜里都会用到，所以要一次性多做一点。黄油融化，把面粉轻轻煸炒一下。再一边搅拌，一边一点点的加水和牛奶。
到这个粘稠顺滑的质地就差不多了，味道是奶香浓郁又质地轻盈的。接下来做最适合冬天的奶汁炖菜。洋葱、胡萝卜和土豆下锅，再加入鸡腿肉，加水慢慢的炖煮。这个时候意面肉酱差不多了，既然白酱也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组装千层面吧。一层肉酱和一层白酱打底，再在每层意面之间叠上满满的肉酱、白酱和帕玛森奶酪。表面再来一层厚厚的奶酪吧。盖上锡纸，烤箱200度，先烤20分钟，之后再取掉锡纸，最后再烤10分钟。今天没用完的意面肉酱可以冻起来，随吃随取。刚刚的炖菜煮得差不多了，撇去表面的油沫，加入蟹味菇和白酱，稍稍炖煮后，再加入微波炉叮了1分钟的西兰花，加盐和白胡椒调味。今天的第4道菜品奶汁炖菜就做好啦。今天的咖喱鸡肉和奶汁炖菜的材料都差不多，这样准备起来会比较省心容易。洋葱、胡萝卜、土豆、鸡肉和蟹味菇下锅，加水煮熟，再加2块日式咖喱块，小火慢慢炖着，时不时搅拌一下，可别糊了底。接下来就是一些简单的快炒了，姜丝和肉丝炒熟，一点点酱油调味，放到煮好的白粥里，再切一个皮蛋。第5道菜品皮蛋瘦肉粥就做好了，粥也可以分成小份冷冻，要吃的话提前取出解冻，在微波炉加热调味即可，是非常方便的早餐。再简单炒个番茄炒蛋，虽然说现做也可以，但提前做好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，在2-3天内吃完。第6道菜品番茄炒蛋就准备好了。一早腌好的韩式辣鸡也下锅炒熟，腌制的酱料可别浪费了，加点水全部倒进锅里。这道辣鸡我用来配乌冬面，吃的时候再加面和奶酪就好，
第7道菜品韩式火鸡准备好了，最后的咖喱鸡和千层面也都完工啦。从烤箱取出来的千层面看起来特别诱人。今天花了大概有3个小时，有了这么多的菜，真是家里有粮，心里不慌。这些菜基本都可以冷冻保存，经3天制的菜可以分装冷藏。那我们来看看这周的餐桌吧。奶汁炖菜微波炉加热即可，配上烤箱的恰巴塔，最适合冬日了。咖喱鸡放了1碗，更加入味了，配上白米饭吃最好。青椒酿肉和番茄炒蛋都是简单又熨帖的中式口味。千层面微波炉加热以后，再撒上1层帕玛森奶酪。自制的肉酱果然味道浓郁不一般。重新加热菠萝咕咾肉之前，先用烤箱把肉烤到表面酥脆，再和酱汁配菜混合起来，口感会更好。今天再做一个快手的蒜蓉西兰花，又好吃又有营养的一餐。超级期待今天的火鸡乌冬面，用的可是我自己做的手打乌冬哦。乌冬面煮熟，过水，再和酱汁混合起来。最后撒上奶酪，用烤箱烤到融化。爽滑的乌冬面，甜辣的鸡块和酱汁，还有浓郁的奶酪，这也太满足了。希望这周的备餐给你带来了一点点灵感，祝各位打工人回到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一餐。谢谢看到这里的你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和转发。我是对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